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，我们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看看这本经典维克多·弗兰克尔的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。我们手边有你提供的资料，包括书的摘要、一些核心思想的问答，还有结构分析。我们这次的重点就是来理解一下弗兰克尔的核心观点是什么，特别是在那个被剥夺一切的极端困境里，人是怎么找到活下去的理由，还有意义，以及这个寻找意义的过程，又是怎么帮助人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疗愈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你提供的那个结构分析，他把书大概拆成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作者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。光是想象那个苦难就很难受了。对，而且您给的摘要里面特别提到，这部分它不单单只是故事而已，它其实是他后来发展出的那个意义疗法最坚实的基础，也是一个佐证。资料里说，弗兰克观察到，少数囚犯能活下来，就是因为他们就算在绝境里，还是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跟意义。这就证明了，即使在最糟的环境下，人其实还是有那个寻找意义的自由跟能力。这就带出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了：如何在被剥夺一切的环境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意义？这里有个概念，您资料里也提到，叫做受难的意义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受苦怎么会有意义呢？对，这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弗兰克他不是说受难本身是好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他是强调，即使在那个你无法避免的痛苦跟磨难里面，人还是保有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。你看资料里写，面对受难时的积极态度和因此产生的成长，可以赋予其意义。这其实就体现了人的那种精神韧性。这也连到他对那个泛决定论的批判，他非常相信环境不能完全决定我们，我们永远保有内在选择的那个自由。那这种寻找意义的能力跟自我疗愈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就真的蛮有意思的了。弗兰克尔认为，人最基本的那个驱动力，不是追求快乐，像弗洛伊德说的，也不是追求权力，像阿德勒说的，而是所谓的意义的意志。那这个要怎么帮助我们疗愈？关键就在于当人缺乏生命意义的时候，会陷入一个叫做存在的虚空的状态。您那份资料描述说，这是一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意义感、冷漠和迷失方向的状态。这甚至可能导致所谓的心灵性 hypnosis， 就是心因性的关联症，还有像是抑郁、焦虑这些问题。所以意义疗法就是要帮助人们透过发掘，譬如说爱呀、工作啊，或是面对苦难的态度这些方式，去找到意义，用这个意义来填补那种空虚感，这样就能促进心理健康。这也体现了资料最后提到的那个悲剧乐观主义，就是说，就算面对痛苦、罪疚还有死亡，生命的意义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。所以总结来说啦，从您给的这些材料来看，弗兰克尔透过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意义是应对苦难、维持韧性的关键。他创立的意义疗法核心就在于人有那个意义的意志，强调即使在苦难中，也能透过选择积极的态度来找到意义，用这个来对抗存在的虚空，实现一个更完整的生命，对吧？对。那么这一切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弗兰克一直强调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，人依然保有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。那在您自己的生活中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您可以怎么样运用这种选择的自由，去发现或是去创造那份属于您自己的意义呢？这次的探讨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